闺蜜穿书成虐文真千金，我是她的改字系统，每句话仅能改一个字，却能帮她收拾绿茶假千金和偏心家人。孤儿院里来接人的管家看不起她，不帮忙收拾行李就回到了楼下的豪车里。我将回改成跳，下一秒狗眼看人低的管家身体不受控制，猛地冲到窗口，纵身一跃，正好砸在楼下的加长豪车上，当场断了一条腿。闺蜜憋着笑问：方管家，你怎么下楼不走楼梯啊？真是个急性子。别墅里，假千金茶言茶语之后，哭着转身往门外跑去。我将身改成圈，下一秒，她两条腿不受控制打着旋儿，像只陀螺般飞速往外转去。全家追出2里地都没追上，闺蜜笑得直不起腰，跟在后面喊：妹妹，你该肾去了，还回来吃饭吗？刚陪好龟龟提了新车上路，就被一辆失控的货车迎面撞上。再睁眼，她变成了孤儿院里刚被豪门找到的真千金，我成了漂浮在她身边的系统。我俩眼前亮起一行字：只要你们闺蜜齐心，改变这本虐文真千金的结局，就可以获得2个亿的奖励，并在现实世界复活。龟龟，这波属于是老天赏饭吃了，这虐文我直接魔改，整成爽文剧本杀。话音刚落，管家便走到闺蜜面前，语气高傲，眼神里全是鄙夷和不耐烦。小姐，我来接您回去，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吧。一个下人装什么犊子呢？好龟龟，快改剧情收拾他。方管家见沈家不重视这个真千金，也态度轻蔑，撂下话便要回楼下的豪车里。我抬手将回改成了跳，下一秒，管家便不受控制地冲到窗口，纵身一跃，正好砸在楼下的豪车上。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孤儿院，闺蜜憋着笑探出头：方管家，你下楼怎么不走楼梯啊？真是个急性子。豪车顶部被砸出一个坑，方管家当场断了一条腿，全院的人都傻了，司机只得开车先送她去医院。得知消息后，沈家只能重新派人来接闺蜜。车上，闺蜜怒道：原文里这偏心的一家人对原主百般苛待，让她在沈家受尽委屈。闺蜜等会一定要帮我好好反击，让他们看看真千金的厉害。放心吧，包爽的。闺蜜被带进沈氏别墅的客厅后，沈父沈母和亲哥沈浩宇正围着沙发安慰哭泣的假千金沈明珠。沈母看了眼穿着寒酸的闺蜜，语气刻薄：孤儿院长大的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来人，带她洗洗晦气。猪猪，你才是妈妈养大的宝贝，她那种土包子怎么和你比？听到了吗？听到就滚出去！闺蜜被骂得面红耳赤，可受剧情影响，只能红着眼局促地站在原地。龟龟，快改剧情，帮我反击啊！我要骂死他们！我赶紧调出后续剧情，上面写着沈炼雪被吓到了，只能连声回视。这也太窝囊了。我将是改成了鸡，下一秒，闺蜜捂着胸口开始连声回击。嫌我晦气？我看你们一家子才晦气！你明明是我亲妈，却抱着她喊宝贝，是不是生我的时候把脑子拉产房里了？顶着没脑子的空壳，多活了18年也是奇迹。小心被拉去做切片研究。沈母被骂懵了，沈父起身怒喝：没教养的东西，敢骂你妈！我不仅骂她，还敢骂你呢！但凡有点脑子，就应该对亲闺女好。结果你头长臀部上了，给一个身份不明的绿茶当爹，还为了他骂我这个亲女儿，当心被雷劈死！谁教你这么说话的？嘴巴放干净点！我嘴再脏也比不上你哥哥，你是直肠通大脑吧？不然怎么张嘴就拉？少喝点开塞露，小心把脑子也拉出去！说完，他惋惜地摇了摇头。一家人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脑子，早知道不回来了，晦气！客厅瞬间鸦雀无声，三人被闺蜜粗鄙的话骂得脸色惨白，一时不知如何反击。姐姐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别骂爸妈和哥哥，我这就离开沈家。后续剧情，沈明珠说完，哭着转身往门外跑去。我将身改成圈，下一秒，她双手张开，两条腿不受控制的交替蹬地，打着旋儿像只陀螺般飞速往外转去，伴随着嗡嗡的风声，一旁沈父的假发都被掀飞了。爸爸妈妈救我！沈明珠哭喊着旋转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朝别墅大门转去。全家起身去追她，却发现撒丫子都追不上。沈父高声喊道：快把小姐拦住！可路过的佣人全被沈明珠的无敌大陀螺抽飞。她一路哭着，越转越快，冲出了别墅大门。眼看全家追着越跑越远，闺蜜跟在后面笑得直不起腰。妹妹，你该肾去了，还回来吃饭吗？你们不吃，我吃。她回到别墅，一屁股坐在饭桌前，开始大快朵颐，一桌子菜被她吃得干干净净。闺蜜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打饱嗝时，全家搂着满身狼狈的沈明珠回来了。此刻的沈明珠比闺蜜更像孤儿院回来的那个混账东西！妹妹都成这样了，你还吃得下饭？后续剧情中，沈明珠靠在妈妈肩头，满脸委屈哭道：爸妈，你们别怪姐姐，她一定是饿了才会这样。我坏笑着将靠改成了骑，上一秒还在哭泣的沈明珠突然嗖的一下，整个人像窜天猴一样腾空而起，一屁股骑在了沈母肩头，嘴里还哭着念台词：爸妈，你们别怪姐姐，她一定是饿了才会这样。沈母被她压得双腿一软，猝不及防地跪在了闺蜜面前。闺蜜连忙跳开：哎呀，你怎么能给我行这么大礼？快起来啊，快把她弄下去啊，我支撑不住了！
混账东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下来！沈父和沈浩宇连忙上前拉扯沈明珠，她被扯下来后，惊恐又无助地看向自己的手和腿。沈母坐在地上，满眼愤怒看向她。你发什么神经？剧情再次出现，反应过来的沈明珠看着妈妈愤怒的脸，连忙哭着道歉。我将看改成扇。下一秒，沈明珠伸出双手左右开弓，狠狠朝沈母脸上扇去，边扇边哭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沈母被打懵了，结结实实挨了好几巴掌才反应过来。逆女，你敢打我！他尖叫着想逃，可沈明珠的手像长在他脸上一样，躲到哪都跟着扇。一旁的沈父和沈浩宇惊得目瞪口呆，连忙冲上去将他按住。后续剧情出现，沈父狠狠扇了沈明珠2耳光，骂他混账。沈明珠捂着脸连连求饶，沈浩宇心软了，冲上来护着他求情。我坏笑着将2改成百，不改成肘。下一秒，整个客厅乱作一团，沈父的手不停扬起落下，清脆的巴掌声接连不断，一下下狠狠扇在沈明珠脸上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错了，你别打了。可沈父的100下还没扇完，他不停追着扇巴掌，沈明珠被打得滋哇惨叫。哥哥救我！爸，别打了，妹妹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下一秒，他突然健步如飞踩到茶几上，弹跳起身，用胳膊肘狠狠肘向沈明珠。沈明珠甚至都没来得及叫，整个人直挺挺往后倒去，鼻血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。咚！他后脑勺磕在地板上，整个人开始抽搐。沈母一脸害死我了的表情，尖叫出声：“都别打了！”对不起，妹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就喊家庭医生来救你。医生来的时候，沈父还兢兢业业扇着昏迷的沈明珠，几人拉都拉不住，足足扇够了100下。沈明珠脸肿成了猪头。闺蜜回家的第1天，在鸡飞狗跳中平安度过，全家都围着受伤最重的沈明珠转，再也没人为难她。可我俩都知道，沈明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沈明珠果然像原文一样，处处想栽赃陷害我闺蜜。饭桌剧情里，沈明珠故意煮了一锅沈炼雪会过敏的海鲜汤，舀了1碗给她，沈炼雪不喝，她就哭着说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，所以不想喝？”原文里，她一哭，全家都逼女主喝下这碗汤，导致女主险些过敏致死。我冷笑着将舀改成吸，只见沈明珠突然扔掉汤勺，将脸埋进汤盆里，呲溜一声，猛猛吸了一大口汤，脸上沾满了油脂和菜叶，然后在全家惊恐的目光中，将嘴里的汤吐到了闺蜜面前的小碗里，还不忘说辞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，所以才不想喝？”不等闺蜜说话，全家怒斥沈明珠有病。沈父罚她一人把整盆汤喝干净。喝多了海鲜汤的沈明珠窜了一整夜，整个人差点拉虚脱。栽赃剧情里，沈明珠偷偷将自己的钻石项链塞在沈炼雪枕头下，然后喊全家人捉赃。我将枕改成的。下一秒，沈明珠捏着项链冲下楼，来到躺在沙发上的闺蜜面前，在全家的注视下，将项链塞到她后脑勺下面，然后哭道：“爸妈哥哥，我的钻石项链不见了，是不是姐姐拿的？”全家沉默，用看弱智的眼神看着她。半晌，沈浩宇从牙缝挤出一句：“妹妹，你这个确实比小品搞笑。”反应过来的沈明珠尖叫一声，捂着脸逃了。马场剧情里，沈父特地带2人去马场见世面。沈明珠得意笑道：“姐姐，你还没骑过马吧？我来示范给你看。”原剧情中，沈明珠身形利落，骑着马绝尘而去，想抢我闺蜜的风头，没门。我将其改成了背。下一秒，只见沈明珠身形利落，抄起马的2只前蹄架到自己肩膀上，背起马疾驰而去。那匹马满脸懵逼的被他背着往前跑，所有人惊恐看着这一幕，沈父只觉脸都要丢尽了。闺蜜哈哈大笑安慰他：“爸，原来妹妹看似柔弱，却这么孔武有力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”沈父羞得转身就走。沈明珠背着马跑完一圈，累得瘫倒在马场，灰头土脸成了全场笑柄。气不过的沈明珠又将主意打到了学校。学校里，她故意挑拨自己的贵族朋友团。原剧情里，沈明珠介绍沈炼雪时，故意红着眼委屈道：“她是我爸妈从孤儿院接回来的姐姐，请多多关照。”导致所有人以为女主才是被领养的那个，替沈明珠打抱不平，处处欺负女主。我冷笑将接改成了找。她是我爸妈从孤儿院找回来的姐姐，请多多关照。所有人鄙夷地看向沈明珠。这么说，沈炼雪才是沈家的真千金，那沈明珠委屈啥啊？鸠占鹊巢的死绿茶！嘿，豪门少爷小姐本就厌恶私生子和养子，沈明珠因此被视作绿茶。我闺蜜反倒收获所有人同情，很快融入其中，连沈父沈母也愈发欣赏这个优秀的亲女儿。沈明珠见势收敛，不再招惹闺蜜。直到他们19岁生日前，沈明珠偷听到了父母的对话。贺家独子有意和我们联姻，要不这次机会给小雪吧，毕竟她才是我们的亲女儿。我看行，这孩子优秀，表现又好，以前是我们小看他了，等定下来，我就给他一些股份。隔着门偷听的沈明珠攥紧了拳头，眼里闪过恶毒的光芒。生日宴当天，闺蜜准备去宴会厅时，地下车库突然冲出来2个蒙脸大汉，掏出沾有迷药的手帕，猛地捂住了她的口鼻。闺蜜昏迷的瞬间，我焦急呼喊：“别晕啊，龟龟！
你晕了我就改不了剧情了。我翻出剧情想救他，却发现后续剧情全变成了空白，眼前出现一行字：原文剧情已走完，后续剧情变更为未知，祝你们好运。与此同时，耳边传来沈明珠阴恻恻的笑声。嘿，我早就在你房间所有角落都装了监控，我和哥哥都知道你有一个歪门邪道的系统了，只要你晕过去就用不了它。这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爸妈把你赶出家门。老爸，这里的监控我已经找人处理了，没想到他竟然那么有能耐，让爸妈这样看重他，不仅选他和贺氏联姻，还要分股份给他。哥哥别担心，过了今天，联姻和股份他一个也别想要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眼里满是算计和恶毒。车子启动，我焦急呼喊闺蜜，她却因为药力作用，彻底没了反应。原文到这儿已经太监了，女主在19岁生日前被假千金一次次污蔑，被全家赶出家门，流落街头，作者被骂得弃坑，所以后续剧情全成了未知的空白。就在我心急如焚时，车子停在了一家高级会所的后门，闺蜜被抬了进去。沈浩宇挥手喊来经理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沈先生，保证包您满意。他拍拍手，一堆风格各异的男模笑着进了包间。记得让他们按我吩咐行事。嘱咐几句后，两人开着闺蜜的车回到了宴会厅。焦急的沈父沈母见只有他们两人回来，惊讶道：小雪呢？姐姐她说不想和我一起举办生日宴，她要去享受属于自己的狂欢。对，我们劝都劝不住，只能眼睁睁看她跑掉。混账，快把他给我叫回来！贺氏集团的公子今天专门为了他而来，人都在里面等着了。爸妈，你们也知道，妹妹她平时根本不听我们的，不如我和猪猪先去稳住客人，你们再想想办法。沈父沈母对视一眼，只能点头。行，我们现在就给小雪打电话，你俩先去稳住场面。沈浩宇和沈明珠连忙上台，拿起话筒做开场白。没说两句，沈浩宇的手机响了，他不小心按了免提，会所经理的声音传了出来：沈先生，您妹妹点了10几个男模过夜，还点了最贵的酒水，说是记您账上。由于消费金额过大，我们需要跟您确认一下。全场哗然，沈父沈母脸都黑了。沈浩宇慌忙挂断电话，抢笑着解释：误会，应该是打错了。沈家那个真千金呢？今天明明是他和假千金的生日，该不会电话里说的人就是他吧？姐姐她怎么能做这种事？沈董事长，这就是你们想联姻的诚意吗？让你们私生活混乱的女儿嫁到我们贺家，做梦！爸妈，我觉得这是有蹊跷，没有切实证据，先别心急。沈父沈母见他说情，连忙点头：对，一定是误会。贺强冷眼扫向台上的沈浩宇和沈明珠，这一切未免太过巧合，刚好他上台电话就响了，还恰巧按了免提。贺家择亲，最重品行，我不信沈家真千金会做出这种事，不如我们一同去会所查探究竟。对，我们也不信。小雪在学校优秀又努力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在场的都是豪门子弟，见过太多家族的阴私手段，此刻也都看出端倪，纷纷低声议论起这事的蹊跷。最终众人商议，刘沈母和沈明珠在宴会厅稳住宾客，沈父则跟着沈浩宇还有贺家一行人赶往会所一探究竟。另一边，男模给闺蜜灌下了让她清醒的药，只等他们破门而入，坐实闺蜜的罪名。闺蜜清醒的瞬间，我焦急地调出剧情。沈父狠狠踹开包厢的门，就看到10几个会所男模正围着沈炼雪调笑。我当即把男模改成了女模，几人刚到包厢门口，就听见里面的调笑声。沈父脸色一黑，抬脚狠狠踹开了包厢的门。然而下一秒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僵在了脸上。只见10几个身穿西装的女人正围着闺蜜跳舞。谁允许你们闯进来的？你们是谁？我明明看到经理放进去10几个男模，怎么都变成女人了？为首的女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尖叫着掏出镜子看向自己的脸。怎么会这样？10几个女人顿时乱了套，捂脸尖叫着朝外逃去。沈父和贺家人这才看清，我闺蜜正襟危坐在沙发中间，满脸诧异。爸，哥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他们是……沈父环视一圈，发现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，然后彻底松了口气，开始介绍贺家人。贺董事长好，夫人好，贺先生你好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你比传言中还要帅气许多。沈小姐过奖了。你不去宴会厅，在这儿做什么？是哥哥要我来这里的，说有重要的人想让我见见。我等人的时候，那10几个女人冲进来，非要给我跳舞，我看挺有意思的，就随他们去了。哥哥，你说的重要的人，难道就是贺董事长和夫人，还有贺先生吗？可为什么要在这里见面啊？生日宴上也能见到啊！所有人都疑惑地看向沈浩宇，沈浩宇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。既然是误会，那回去就替小雪解释清楚吧，不然对她影响不好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了宴会厅，沈父不满地瞥了眼沈浩宇，沈浩宇再不情愿，也只能上台拿过话筒。各位，刚才的事都是误会，我们已经去确认过了。众人顿时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。见事情没有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，沈明珠的脸阴沉了几分，转头拉住了闺蜜的手。姐姐，别让大家等了，
我们快去切蛋糕吧。他往台上走去，我调出后续剧情。沈明珠切蛋糕时故意脚下一滑，假装摔在蛋糕里，然后看向一脸懵的沈炼雪，放声大哭：“呜呜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”我将一改成了10，哭改成了笑。下一秒，沈明珠突然脚下一滑，摔倒在2米多高的蛋糕上。闺蜜惊得立马后退几步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只见沈明珠手脚不受控制爬了起来，回到刚才的位置，又狠狠往蛋糕里一摔。众人愕然。沈明珠继续爬起来，回到刚才的位置继续一摔。如此重复到第5次时，她身上的礼裙已经被奶油糊满，像个小丑。混账东西，你在做什么？还不快停下！沈明珠充耳不闻，依旧重复做完了10次动作。蛋糕已经被她反复挤压得不成样子，她满身狼藉看着闺蜜，随即放声大笑，哈哈哈！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哈哈哈！所有人都震惊了，闺蜜更是一脸无辜。啊，我离这么远怎么推你？明明是你自己摔的。这假千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怕不是吸引犯的故意装的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幸亏那个真千金端庄大方，要不然沈家未来得多难过啊！沈父沈母怒极，命人将沈明珠拉了下去。清醒过来的沈明珠尖声大叫：“爸爸妈妈，我是被姐姐陷害的，她有系统，一直都是她在害我啊！”可所有人都清楚看到，闺蜜自始至终站在一旁没动过，纷纷替她鸣不平。沈父的脸已经黑如锅底，让保镖把人拖走。对不起大家，我的养女应该是精神出了点问题，我会送她去专业的医院接受检查。小雪，别难过，我再叫他们重新做一个蛋糕来。谢谢爸爸妈妈，我不难过，只是有些担心妹妹。不用管她，我们继续给你庆生。蛋糕重新上来后，两人陪着闺蜜切蛋糕、吹蜡烛。待生日宴散场，贺强找到闺蜜：“沈小姐，关于沈家与贺家的联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闺蜜有些犹豫，此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“这是原本的沈炼雪命中注定的缘分，等她自己回来处理吧。先做朋友吧，毕竟我们还没互相了解呢。”简单交谈后，贺强便离开了。而这一幕恰好被躲在暗处的沈浩宇看在眼里，他眼中的嫉妒与阴翳更甚。接下来数月，在我的帮助下，沈明珠被确诊精神失常，沈父沈母将她送进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。她每日按医嘱服药调理，但凡她无故撒泼指认闺蜜，医生便会按规增加心理疏导的频次。最终，沈明珠在治疗中变得沉默寡言，整日流着口水，目光呆滞看着天花板，话也说不清楚了。沈父沈母隔着病房玻璃，只能连连摇头。唉，就让她在这养病吧，也算我们最后的仁慈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去看过沈明珠，毕竟一个废弃的神经病养女已经没用了。在此期间，沈父沈母越发看重能力出众的闺蜜，就在她准备出国深造时，却再次遭到了绑架。你下次能不能戴上防毒面罩再出门？我无语，我愤怒，我真没招了。好在这些人暂时不想要她的命，而是将她塞进车里，带去了郊外的一处废弃仓库。看清绑架她的主谋后，我瞬间愣住。沈先生，人带来了。一会儿就照我说的做，只要除掉他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放心吧，嘿嘿。沈浩宇拍了拍闺蜜的脸，阴恻恻道：“原本我还念在你是我亲妹妹的份上，想留你一条命。可你不仅哄得爸妈给你股份，还用系统把猪猪整成了废人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”得了吧，你这是怕了，所以想斩草除根，说得好听。绑匪将闺蜜绑在椅子上，沈浩宇扯乱头发，撕烂衣服，佯装被绑，嘴里也塞了破布。确认妥当后，绑匪拿他的手机打给沈父，接通瞬间，镜头对准昏迷的闺蜜，还有满眼惊恐、拼命挣扎的沈浩宇。沈董，你儿子女儿都在我手上，立刻准备1个亿赎金，不准报警，敢耍花样，立马撕票。沈父和沈母吓懵了，连忙求饶：“大哥别冲动，求你们千万别伤孩子，钱我们一定凑，凡事都好商量。”早听说沈董最疼这一双儿女，今天老子就给你一个选择，1个亿只能救1个。求求你通融一下，2个孩子我们都要救，钱我加倍行不行？两人脸色惨白，哆嗦开口。绑匪头朝天劈一枪，面露狰狞：“没得谈，半小时内1个亿现金送到指定地点，再废话2个都没命。”别伤孩子，我这就去筹钱，一定准时送到，千万别冲动。沈父刚要起身，沈浩宇突然吐掉嘴里的破布尖叫：“爸妈，你们别管我，先救妹妹！老子让你多嘴，来人，把他的牙全敲掉，然后扒光吊起来打！”绑匪头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小弟捡起破布重新塞进他嘴里，他被拉着离开了镜头。沈母瞬间尖叫：“我们选他，求求你们别伤害我儿子！老公，小雪她还在昏迷，暂时没有危险，我们先救小雨好不好？”“好，我们救小雨，钱马上到，你们别碰我儿子。”半小时后，赎金送到，绑匪给沈浩宇蒙上头套，推上车送回。夫妻俩拉着他确认没受伤，刚想开口问能不能再赎闺蜜，绑匪头已经将枪口顶在了闺蜜的额头上。可怜虫，既然你爸妈选了他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不要！爸妈目眦欲裂，
可绑匪扣动扳机的瞬间，意料之中的枪响声却没传来，闺蜜反而被滋了一脸水。绑匪头头人都傻了，沈父沈母和沈浩宇也傻了。闺蜜不装了，对着镜头笑道：“同样的招数用第2遍就不灵了，我怎么可能没有防备？”原来闺蜜早就在被绑时屏住了呼吸，我也早就趁机修改了剧情，把迷药喷雾改成了补药喷雾。闺蜜不过是假装晕过去而已。我也在触发剧情时，把绑匪头头手里的手枪改成了水枪。怎么会这样？沈浩宇面色惨白，冲绑匪头头使眼色。绑匪头头迷茫的拿着枪对着天空又开了几下。瞬间水花四溅，老子不信今天宰不了你！拿刀来！小弟连忙从裤腰掏出一把刀，递给绑匪头头。我将刀改成屎，于是小弟从裤腰后面掏出一坨热乎的翔递了上来。绑匪头头看着手心里冒着热气的东西，愣了3秒，然后彻底炸了。你敢耍老子，老子先宰了你！他夺过另一个小弟手里的枪，打算毙了他。我连忙翻剧情，绑匪头头朝着小弟扣下了扳机。我坏笑着将小弟改成了2弟。下一秒，绑匪头头突然转动手臂，将枪口对准自己。伴随着枪响，绑匪头头发出剧烈惨叫，他扔掉枪，不停在地上打滚。几个小弟慌了神，连忙上前想救他。我再次修改剧情，打就改成了打。下一秒，几人神色一变，纷纷从腰间掏出家伙。绑匪头头的眼神从痛苦变成了惊恐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几个小弟一拥而上，围着他开始动手。沈父沈母见几人内讧，连忙打电话报了警。帽子赶去废弃工厂时，绑匪头头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。他和小弟们顺利被抓捕，闺蜜也被救了下来。沈父沈母赶到现场，愧疚又害怕地拉着她痛哭。对不起，女儿，你不会怪我们没先救你吧？我不会怪你们的，毕竟哥哥那时候更危险。两人对闺蜜的好感又上涨了一大截。可当帽子调查清楚幕后主谋是沈浩宇后，两人彻底傻眼了。逆子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恶毒，想害死自己的亲妹妹。沈浩宇想解释，却被绑匪提供的证据压得说不出话来。绑匪头头怕他反悔不给尾款，让人偷偷录下了他买凶时的语音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沈浩宇多项罪名正式成立，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。法庭上，他不甘地对着闺蜜破口大骂：早知如此，19年前你被人调包后，我就该把你处理掉。沈父沈母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从那时就心机如此深沉，为了独占家产，竟然恶毒至此。亏妹妹还想着先救你，你就是这样对她的？沈父当场找来律师拟定了断亲协议，狠狠摔在他脸上。签字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沈家的人，你的死活跟沈家再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休想！你们的家产全是我的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便宜他？剧情中，沈浩宇不肯签，还恶毒咒骂沈炼雪。我将不肯改成了也肯。下一秒，沈浩宇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，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沈炼雪，别以为你能独占家产，20年后我还有继承权。众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我飘在空中得意一笑。小样，还想跟我斗？沈浩宇不甘地被带走。自此，我闺蜜成了沈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沈父沈母疯狂弥补对她的亏欠。终于，闺蜜接手沈家产业的前一天，我们在梦境里看到了真正的女主沈炼雪。她笑容灿烂，朝我们道谢：“谢谢你们，让我改变了原本悲惨的命运，获得新的人生。”不客气，善良的人应该有个好结局。而且我们玩的也挺爽的，还有奖励呢，不亏。一道光闪过，我俩回到了车祸前一天。手机一响，我俩同时收到了账户到账1亿元的消息。我去，2个亿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从此，我俩过上了舒服的躺平人生，靠着利息到处旅行，享受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。